来介绍呢，就是眼前这款来自 SNA 圆桌骑船系列最新的一代零枪拉马洛克。那我们在上期啊刚刚看完这个帕乔尔啊，但是那个帕乔尔确实是我堆砌时间比较长的一个模型了。但是这次的拉马洛克呢，我确实是在上周才拿到这个首批的一个大货啊。我们今天来看看它的表现如何。那么先来看一下这次的一个封面啊，封面方面，就是一个圆桌骑船系列的一个包装风格，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了。然后这次的正面的实物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主体呢是用上了红色啊，应该是圆桌骑船系列第一次有这个模型是有这个红色的一个主色的。然后值得一提的是，我这个包装应该中奖了，这里写的是马兰洛克啊，但是我们看到下面的这个英文，或者说大家去查一下这个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这个圆桌骑船，其实没有马兰洛克，一直都是兰马洛克，这应该是这个我这次首批的一个小中奖啊。然后剩下的部分呢，包括这次包装的侧面都是一样的配置，然后下方呢是一个这个实物的一个照片，然后上面就是一个线稿图，然后背面呢就是这次主体的一个配件以及骨架的一个展示。那么好了，我们包装部分呢，说实话看过太多次了，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先讲到这里。我们下面直接把它打开，看看内部的板件到底表现如何。那么好的，现在呈现在我面前的呢，就是这次拉马洛克全部的一个板件了。根据这个说明书背面显示呢，一共是这个11块啊。对比起这个圆桌骑船其他机体的一个数量呢，这11块已经算是比较少的了。然后值得一提的是呢，刚才这个盒子上的错误啊，到这个说明书上反倒给我改过来了，又变成这个拉马洛克了。咱不知道这个首批这个盒子包装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啊？然后呢，还是老规矩，我们用这个分镜给大家过一下这个各个板件的一个细节。说实话，已经不用过多废话了啊。这句话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就是 SNA 家的这个锐度表现方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它家材质其实一直都是比较偏软的。然后这次的这个红色板件呢，我这边还有一个掉件啊，这一点还算是比较难受，这应该是运输方面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其他的部分呢，包括这个板件的细节，包括板件的这个锐度，都是这个没有问题的。然后最后呢，还给到了这样的一张水贴，当然我是不会贴的了啊。那么板件部分呢，我们就看到这里吧。那么下面直接把它拼起来，看看最后的成品到底表现如何。那么好的，这次拉马洛克的骨架呢，我用了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呢，我就已经全部的拼完了。整体的拼完手感呢还算可以啊。然后值得一提的是呢，上次帕乔尔的这个说明书呢是一个直接一下全拼下来的一个形式啊。然后这次拉马洛克呢又把它改回成了前几座这种先拼骨架，然后后面再套外甲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说实话，我还是比较喜欢帕乔尔那种形式的，因为作为玩家来讲，肯定是希望说明书稍微简单一些啊，能一下全拼下来啊更好啊。其实把骨架单拎出来的话，我觉得除了方便我们博主以外，其实对于玩家来说并没有那么方便啊。毕竟你拼完骨架之后，你还要再把它拆开，然后每个部分再去上外甲，然后再把它拼回去，所以说相对来讲麻烦一些。然后我们再看回到这次的这个骨架方面，还是像这个帕乔尔一样啊，这次是更多给了一些内构的一个起伏，然后细节方面，都是不少的。而且这次给到了这个肩部的一个骨架，可以看到肩部部分的这个细节呢，也是没有缺少的，全部都是带有的。那么以这个趋势来看，我感觉下一次可以升级一下这个手臂上的一个骨架啊。手臂上的骨架呢，相比起全身各处的这个细节满满的这个骨架之外呢，这两个非常纤细的一个手臂真的是有点出戏了啊。那么好了，骨架部分呢，我们先看到这里，可动以及这个玩法方面呢，一会儿我们到这个全部拼完之后，我们再来看，好吧？那我们下面直接把它套上外甲，看看最后的成品到底表现如何。那么好的，用了差不多2个小时呢，这款拉马洛克的一个全部的外甲呢，我就已经全部拼装完成了。整体的拼装手感呢，其实跟前几款都大差不差啊。上半身还算比较可以啊，因为这个分件分的比较碎，所以说手感来讲没有那么抠手啊。但是下半部分，尤其这个小腿这里啊，这个两边的左右合这个板件非常大啊，这边一条都是一个板件直接下来的，所以说往上这个安装的时候呢，会比较费手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的外观。外观方面呢，刚才在这个板件的时候也说过了，这是第一次SNA 的圆桌骑船系列用了这个红色来作为一个主色调啊。然后整体的外观呢，依旧是沿袭这个钢连铠那一脉相承下来的这个欧洲骑士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风格。但是这次的外观呢，并没有说像这个钢连铠那样非常的怎么说
正经吧。这次的还是稍微融合了一些高恩格雷斯那边的一些特征啊，像这次的这个面部就没有用这个钢连铠那样的一个骑士头盔的这样的一个面部啊，当然它有一个替换脸啊，一会儿我们到配件的时候我们再说。然后呢，还是老规矩，我们把这个爱式的背包拿掉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可动啊。可动方面，首先头部方面依旧是一个带有脖子的一个球冠，上下的这个可动，以及左右的转头，以及左右的侧头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个肩部方面依旧是一个拉伸的一个关节，首先360度旋转肯定是没有问题。然后前面的这个蝴蝶关节呢，依旧是带有的。然后平台方面，首先肩胛部分可以进行一个挑开，然后再加上这边手臂，由于这个肩上的一个这个盾牌的一个装备比较碍事儿啊，所以说这次的手臂的平台呢，也就只有差不多90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了。然后这个手肘弯曲，也是差不多超过90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啊。然后大臂旋转依旧是靠着根部这里的一个关节，然后手的部分呢就是一个球冠了，这就没什么好说的。然后来到腰身方面，首先前倾，这次的这个外阳关节非常的不错啊，角度还算可以啊，而且这次的背部呢做出了一个类似于龙虾背这样的一个关节啊，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逐级展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左右侧腰呢依旧是靠着中段的一个关节啊，角度大概就是这样的。然后转腰呢依旧是靠着底部的这样的一个轴形关节啊，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来到下半身，首先这个前裙甲以及这个侧裙甲，还有这个非常巨大的这个后裙甲都可以进行一个避让啊。首先前踢依旧是有一个下拉关节，拉到底之后呢，大概也就只有将也就80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吧，因为这个大腿啊比较粗啊。然后后踢方面呢，由于这个非常巨大的这个后裙甲的一个遮挡，所以说大概也就一个70-80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侧踢方面，由于这个侧裙甲尺寸比较小，所以说没什么遮挡，可以超过90度。这次的一个大腿的一个活动，由于前后裙甲的一个遮挡，其实并不是太好啊。来到这个大腿根部旋转当然是有的，然后这个膝盖弯曲依旧是这个超过90度的啊。而且这次呢，依旧是带有一个联动啊，上面的一个位移以及这边膝盖甲的一个位移。然后呢，就是脚踝部分就是普通的一个球冠了，但是依旧由于这个脚踝甲的一个遮挡啊，所以说可能性其实稍微的有那么一点受限。主体可动看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的这个配件啊。配件方面，首先呢就是这样的一张这个替换脸啊，然后替换脸的这个照片呢，我依旧是给大家放一张在这里啊。简单对比一下，其实我还是感觉这个类高达的这样一张脸还是要比较帅一些的啊。然后手型方面呢，依旧是内五对啊，其实我们已经看过太多次了啊，所以说我就不多说了。那么剩下的配件呢，就全部都在我们的马洛克的一个身上了啊。首先呢，我们映入眼帘就是最明显的，就是肩上的这2枚盾牌啊，我们就拿一面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盾牌呢，依旧是一个这个红色的主色，然后背面呢是有这个2个枪口。然后这个盾牌既然能取下来，就证明能够搭载到其他的位置啊。官方呢给到了2个这样的一个连接件啊，我们把这个盾牌中间的这个部件呢给它拆下来，这样呢盾牌中间呢就有了一个这个孔洞，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连接件装上去。装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拉马洛克这个手臂背后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插槽的，然后我们再将这个红色的臂甲呢给它拆除。拆除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盾牌后面的这个凸起，然后插到这个拉马洛克手臂上的这个凹槽，就可以完成一个搭载了。搭载完成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了。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个搭在肩上比较好看一些啊，因为这个臂甲的这个造型也是挺帅的啊，我不想把这个臂甲给浪费掉。然后下一件呢，就是这次背包上的2柄这个武器了，一个是这把长枪，一个是这把巨斧。这次的背包呢，上面有一个类似于机械臂一样的这个装置啊，可以进行一些调节。但是这里呢，还有这里，你以为是一个关节啊，但是其实不是啊，这2个是完全定死的，它没有什么调整关节啊，只有这个根部有一个旋转和这个搭载武器这里呢有一个旋转。首先呢，先来看一下这次的一个斧子啊，这个斧子呢，相比起这个兰特洛特那柄呢，其实要小得多啊。但是这次材质呢，依旧是比较软的那一种啊。然后这次斧子上呢，有一些这个细节刻线啊，整体来讲还算不错。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柄长枪啊，这柄长枪呢，就是这个灵枪名字的一个由来啊。整体的这个长度啊非常长啊，比这个拉马洛克本身都要高啊。
然后这个长枪呢本身呢还有一个玩法啊，就是这个枪头呢是可以拆卸的啊。我们将这个枪头拔下来之后呢，里面呢就会露出一个这个炮口。然后这个主体本身呢，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握柄，我们就可以让这个拉马洛克将手握的这个部分就可以去拿着这个炮了。那么好的，以上呢就是这次拉马洛克的一个全部的内容了啊。整体的这个配件呢，这次给的比较少啊，所以说的比较快。那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吧，这款产品呢，说实话就是一个国模的一个平均水平啊。但是并不是说它没有亮点啊，像这次用到了这个系列第一次用的这个红色，然后这次的武器呢也算比较好玩。然后还给到你2张脸去替换啊，所以说整体呢还算是有一些这个小心思在的啊。然后这次的拉马洛克呢已经是系列的第8弹产品了，还有4弹呢，这个圆桌12骑士呢就要进行共鸣了。那么作为一个全职霸的一个玩家啊，从第1弹格雷斯到这个最新的拉马洛克，一直玩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玩家呢，说实话这2年多还是挺唏嘘的啊。首先从这个格雷斯当时出的时候就比较惊艳啊，但是结果大货出来，这儿松那儿松，让人比较失望。然后高文，再一出，整体来说又惊艳了一番众人啊。结果到这个阿基里斯就又崩了啊，然后再到冈连凯做出了真正的一个好设计，然后再到兰斯洛特，这个官方和这个玩家出了一些矛盾啊。整体来讲，这一路也算是比较坎坷了啊。出到现在呢，这个系列呢也快要正式完结了。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国模开始做以来第一次有一个系列从头做到尾吧，也算是比较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系列啊。那么希望后面这个4弹呢能够好好做，我们画上一个这个完美的句号，好吧？那么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那么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关注，记得3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